Hello，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之前我有录制了一集，那题的标题叫做“如何培养正确的投资心态”。我在那一集里面有埋了一个坑，我有说我可以分享我在当主动交易者的时候，我是怎么记录我的交易记录的。我想说就用这一集的时间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主动交易者，你的交易记录要做什么？我之前有说，被动交易者去做执行计划表，那主动交易者就是要做交易记录。来复习一下为什么要做交易记录。第一个就是要避免你的情绪化交易，对，因为你的很多交易不一定会按照你的设定的规则走。那做交易计划这个规则，就能让你的每一笔交易比较跟着你自己的计划去走。那第二个就是要避免重复的错误再次发生。如果你在交易前，你可以先看到你之前所记录的交易记录，然后你就根据那些交易记录先复习一下，然后可以避免自己再踩到同样的坑。我觉得这个在主动交易上也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策略的一致性。我们交易者有很多种类型，像是有一些是打 tick， 有一些人是做波段，有一些人是做长线的。如果你每次都在某一些特定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转换你的风格，那你其实到最后你的交易策略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遵循或依归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做交易记录，你也可以让你的策略的一致性更完整。你今天要打 tick， 那你就专注在打 tick 上面那个策略就好了。对，你之后也可以去归纳出这个策略有哪一些优点和缺点。那第四个，你有做记录，所有可以统整，你就可以视觉化你的绩效。那视觉化绩效要干嘛？就是和我之前有说一股大盘计划，你可以和一股大盘计划去比你的绩效。很多人亏损的时候是不愿意去看，他就知道自己亏就不愿意去看。但我觉得交易记录就是强迫你统计的时候去看，而且在统计的时候，如果你做得很好，你也可以去优化，像是胜率跟 risk and ratio。风险报酬比，你可以去调整，看你要怎样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好，那我就开始讲这一集的内容。那我先说，我之前做主动交易的时候，我是用什么做记录的？我用的就是 Google Sheet。对，因为我觉得它是最方便，也是最容易取得。第一个，它免费；那第二个，它又是在云端上面，所以你不用像 Excel， 就是要在特定的电脑上才能去记录。你手机就可以用 Google Sheet， 那电脑也可以用 Google Sheet， 就只要在同一个 Google 账号下，你都可以去做交易记录。所以我觉得 Google Sheet 推荐给大家，而且它也可以用一些函数去统计你的胜率，也可以视觉化画出一些图形。所以我觉得 Google Sheet 就是目前免费上我觉得最好用的记录你投资交易的工具。好，那上一集我有说主动交易者的记录要记录什么，那我这边就跟大家分享我当初做的时候，我是记录了哪一些东西。那第一个就是记录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含什么？第一个你现在的交易日期、时间，还有股票代码名称，你是做卖，这是基本信息，你要先记录下来。那第二个你要记录的是你买进的理由跟你卖出的理由，这个就很重要了。你应该在做主动交易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策略。那你的策略在什么状态下会发生买进，在什么状态下会发生卖出，应该是要一个制式化的规定，没有凭感觉那种东西。所以你买进的理由、卖出的理由，就应该去和你当初设定的这个交易计划是要一致的。对，那你就可以写说，因为什么像是均线拐头发生，或者均线交叉，或是什么什么，对，这些理由就是可以让你去对应到你的交易计划。那第三个就是记录价格。那价格有很多种价格需要记录。第一个你要记录的是你预计买入的价格，第二个要写的是实际买入的价格，因为你的商品可能流动性不一样，所以你挂单预计挂多少跟实际买到多少也不一定会一样，所以建议买进的价格先记录两个，第一个就是预计买入的价格跟实际买入的价格，接下来要去记录目标价格。目标价格叫什么？就是 target price， 你要在哪边停利，但你的停利有可能是移动停利，也有可能停利很多个，例如涨10块卖一个，涨10块卖一个，涨10块卖一个，所以你 target price 也可以设定多笔，像 TP1、TP2、TP3，这也可以在你的交易记录里面记录。那接下来还要记录什么？最重要的是停损价格，到达哪个价格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停损，应该要果断离场。很多人都没有停损价格的观念，所以其实交易做一大糊涂。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控制赔，其实控制赔才是真正主动交易会赚钱的一个方式，控制赔非常重要，所以停损价格是一定要记录的。还有实际卖出的价格，你最后你设 target price 跟 stop loss price 后，你实际最后出场的价格应该要在前面你设定的那个目标价跟停损价格上面。如果你跟这个实际最后卖出的价格不一样，那代表中间发生了一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对，所以这个价格的部分就是记录上面我讲的那一些。好，那接下来要讲什么？还有记录风险报酬比。风险报酬比是什么意思？例如说，
我刚刚说上面会记录 target price 跟 stop loss price， 就是停利价格跟停损价格。那风险报酬比，假如你10块买了一个东西，那你8块要停损，你12块要停利，那你代表可能会赚2块或亏2块，那你就用2除以2，那你的风险报酬比就是1。那也有可能你预计14块才卖，那14块你就是停利有4块，那停损8块就是2块，那你风险报酬比就是2。这个就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风险报酬比跟你的胜率会需要去对应。因为你看，假如你风险报酬比是2，那你赢2次等于亏1次，对不对？所以你胜率33%，那代表你是可以打平的。大家应该能懂这个意思，所以风险报酬比是需要去记录的。好，那接下来第4个是仓位大小。仓位大小，你这一笔要打什么？你要买多少的量，就是买多少的金额，这个都是刚开始就要先去设定的。那仓位大小有很多种模式，像比较厉害的交易者，通常就是会设定你总账户亏损的 1.5% 到 2.5%。我当初也是这样去设定的，就是 1.25 到 2.5 了。你这笔单，假如我总资金是$100，对不对？那这笔单我最大的亏损就是$1.25或是$2.5，因为亏损放大是很可怕的，所以很多交易者都会严格的去控管仓位大小。那有一些人会用什么凯利公式，但是凯利公式我觉得风险可能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个仓位大小是需要去记录的。那再来还可以记录一个东西叫什么？就是截图。我觉得 Google Sheet 还有一个很方便。你可以直接用电脑画面截图，看你要去截它的什么财报或者 K 线图。我觉得 K 线图比较有意义，因为我说 K 线图 Trading View， 你可以把那个指标量化，买进理由量化，你就可以打个什么小交叉或是一个打勾，你就这里就是买进点，那你就可以把那个地方截图。卖出的时候，你再截图一张，后面你就可以完全知道你这个有没有按照你当初的计划走，对不对？所以截图大家也可以很方便，手机、电脑也都能截图。Google Sheet 就只要上传就好了。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记录这笔的反思。你有没有预期目标？符合预期，对，那符合预期就正常。那如果不符合预期，我觉得你就可以在那边写下为什么会符合预期，你就可以再去回推我的交易计划没有想到什么地方，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这样一个循环下来，你就可以让你的交易更加精进。好，那这些全部都记录完后，你就开始执行你的交易。可能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要干嘛？你要时时刻刻的去什么统计胜率，还有你的风险报酬比，要干嘛？跟 benchmark 比较。benchmark 就是我之前说的一股大盘计划。假如你是做美股，就跟 SPY 比；假如你是做台股，就跟0050比，对不对？那你最后绩效要是输，那你可能就要开始考虑有没有可能我把部分的资金转成就是投到0050，就是当一个被动交易者，我少部分的资金再继续试，或是我干脆都不试，我就当一个被动交易者。那如果你做美股就是一样，有没有可能我某部分的钱要先转到 SPY？ 因为交易我相信你停损好好是好，你永远都不会出局，但你有可能会跑输机会成本，就是跑输大盘。那跑输大盘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游戏目前是你的下风期，或是你没有找对方法。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先把钱放到被动投资里面，只要我们用更小的钱去，我的这个策略慢慢的有赢过 benchmark， 就是有赢我的一股大盘计划，那我再慢慢把资金这样拿出来做，越做越大，对吧？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在一些比较专业的金融机构，他们做交易的那些主动交易员做交易的某一个模式。你一定要绩效先表现好，我们才会给你更大的部位去交易。对，我也觉得，所以你自己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方式。那重点是什么？要做交易计划，你要完全知道你自己在干嘛，要做交易记录，才能让你实时的了解你的投资状态。好啦，那这就是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我的交易记录都记录些什么，要怎么记录。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